追踪魏家兄弟这么久，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过我的踪迹，而濮阳应，他却清楚地知道我心思未定。原来我这20多年，身边竟没有一个人是我真正认识的。上古时。 上古时遗，终于让我找到了，就在眼皮底下，怎么就没看见啊？哎呦，平章哥，平章哥，上古时遗。 终于被我找到了，真有这样一本书啊！我是说，真的是辛苦你了。正好我也有些问题想要请教李老堂主，咱们一起去吧。走吧。哎呀，让我找了好久，累死我了。雪儿，师傅，太医署新拨来的白银草放在何处啊？在后面药房，我去拿。这边。老堂主，林夕呢？在后面药房取药呢。二公子，我有事情想跟您说，您来一下。老堂主，您等林夕出来了。 给他这个，就是我跟他说过的那个死士身上的纹绣。云姐，什么事？二公子不是说京城这场疫灾，前天神院的濮阳上师是幕后黑手吗？对。怎么了？我看到他了。你看到濮阳英了？在城里吗？就在南明街口官府发粮的地方。 混在人群里，我没敢靠近。我带您去。好。师傅，药拿来了。希儿啊，长林二公子刚才来过，留了一只什么死士身上的，让你看看。 死士，看见云姐了吗？刚还在外头呢，叫了长林二公子出去。走了。快，开粮了！
云姐，培良手就在前面是吗？对，就在前面。你不是季风堂的内院娘子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没事。叶灵，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叫小口子。让我包下。也不用了。你怎么想到要追过来的？我看到你给我留的纹样了，我曾经见过。这是什么？云姐知道，如果平津把图样给我看，我一定能想到你身上也有。你是不是觉得再不出手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？你10几年前就进了我季风堂，看来不是为了二公子而来。那你原先的计划是什么？是李老堂主，还是我？身为叶灵子，自会恩怨分明。一家对我等有恩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又是叶灵子，那个魏无量死之前就自称是叶灵子。到底什么是叶灵子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今日胃口转好，力气也恢复了许多。不过太医说了，尚不能过于劳累，已经走了差不多1顿饭的功夫，也该歇一会儿，进些点心才是啊。知道了。殿下，没事儿。伤口不深，小心不要沾水，记得换药。这倒是一把好剑。无论你曾经是何身份，你既然入我季风堂这么多年，总该明白一些是非善恶，为什么不肯回头呢？只要一日身为叶灵子，便当终身效忠君上，听命于长尊。至于是非善恶，不是我该看，也不是我该想的。这本书上关于墨真花的记载还算比较详实，但是其间似乎少了一卷，所以我还是不太明白，它为何会被刺在这些人的身上，其间到底有什么含义？说起来倒也不复杂。当年叶秦虽然是大梁属国，但王庭上的制度却大不相同。自初代叶秦王起，便会在都城的王宫内划出一所别院，设立为叶灵公学。若非资质过人，千里选一的孩子，进不了这叶灵公学的殿门。每7年，叶秦王庭便会在国中7岁以上的幼童中刊选出资质最好的50人，不限男女，身上刺绣墨真花，进入叶灵公学。由御封的长尊及各院长史教习文武6艺。初入公学之人，身上所纹的墨真花只有单独1朵。待学童年满14岁，便会由长尊亲自测评，层层研考之后，仅有不到20%的人才能够判定合格留下来。这些人身上的墨真花纹便会在此时加绣1朵，就会跟这个一样，一枝双花。
所以身上没有一枝双花的人，就是叶灵子。成为叶灵子后，再行修习4年，便可直接任职王族心腹亲卫，在叶秦国中地位极为尊崇。那没被选上的那些人呢？推凡所来之处。不过叶灵公学最开初便堪选严格，纵然最后不能成为叶灵子，以这些孩童的资质，际遇倒也不差。既得之又失之，际遇纵然不差，心中难免不足。哥哥，哥哥素日勤学苦练，这次勘考想必是失手了。咱们一起去求求长尊大人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吧。算了，从来没有这种先例的。你能成为叶灵子，爹娘一定很开心的。当年那场大灾前，刚刚有一批新的叶灵子出世，只可惜王室消亡，血脉断绝，没有了家国相依，这些10来岁的孩子，也只能跟那些幸存者一样，无根无叶，飘零各地。虽然想来也是有些凄凉，但是劫后余生也是大幸。以他们的资质，到哪儿谋生不行？为什么要？
请问老堂主，您可知道，当年叶灵公学的幸存者大多去了何处？疫灾之后，人口本已稀寡，随后一年自然是荒年。流离外逃者甚众，举国如同死狱一般。直到3年后，叶钦正式归入我大梁郡治，这才陆续有人反迁。经历了这般亡国乱世，濮阳英居然还能把这么多的叶灵子收为己用，想必他手里是真的有公学长尊的禁令。就濮阳英的所作所为来看，此人可谓又偏执又疯狂。当年叶钦长尊睿智温厚，老夫实在想不明白，他怎么会把禁令传给了这样一个人？这个问题想必再也找不到答案了。我所担心的是，京城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叶灵子？你大哥让我帮你查的东西，在府里翻了好多天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大哥让你帮我查的东西。哦，对，就是帮我查的，可算是找到了，辛苦了大嫂。老堂主，太医令大人来了，在外厅等候。唐大人，啊，我知道了。想必是个好消息，可否容我也听听？世子请。老堂主，世子也在。唐大人前来，不知有何贵干呐？老堂主，经太医署上下几日的寻访，也询问了各病区的情况，可以断定，此次疫灾的局面已被控住。唐大人的意思是，金陵城防当可开进。世子，太医署已通报内阁，只待最后的核准。这次疫情没有外延，城中伤损不轻，但是大略可以保住。宫中太子殿下的病体渐转康泰，这全是上天的垂怜，陛下的福泽所佑。说起太子殿下，我倒是有一个问题，一直想问问二位。我记得旧档中有记载，唐大人也曾经说过，这种疫症在当年的叶灵城中，是幼童和少年不易感。不仅是当年，京城这次也是同样的情形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太子殿下才不过11岁，又被精心照管着，东宫上下那么多人，为什么会第一个发病？这病势又是从何而起？宫里是太子殿下第一个发病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是女人，我居然从来没想过宫里的女人。魏家兄弟死在你手上之后，我就已经不顾一切地给他通风报信了。现在他跟我一样，已经知道你们发现了莫真花。既然这身份保不住，但凡有一丝机会，他都会不顾一切下手的。二公子远在宫墙之外，现在才想起来，确实是有些晚了。
大哥，令文秀，我想起来了，东宫，殿下身边有位长侍娘子，快走！这里有我守着就行了。你们也都累了，下去歇一歇吧。是。娘娘吩咐了，殿下事情怎么能少得了人呢？京城解禁，圣驾不日就要返京，去在祭祀的宜城。你们礼部与太常寺需提前拟定，以备陛下预览。是，下官这就直接去礼部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摆出这样一副脸色。首辅大人，死在天牢的京兆府尹李固，是祖父的门生；刑部主管天牢的提刑司，更是我巡视的族人。叔父觉得，我会相信李固是畏罪自尽的吗？太子睡了吧？刚睡一会儿，不宜惊动。那你们在这候着吧，我回去回禀娘娘，1个时辰以后，殿下该进汤药时，娘娘会亲自过来。是。我可以确认，那就是我自己太过愚钝，太过轻率，辜负了平章的嘱托。徐大哥，出什么事了？东宫有平阳营的人。
我的叶灵子。没什么，可能觉得有点后怕吧。启禀长尊大人，金陵城已然解禁。去联络了吗？回长尊大人，派人去了。只是什么？云娘子和宫里的邢姑姑，全都联系不上。东宫和长林府也很安静，看着不像是出了事的样子。眼看就能以悬尸蛇胆疗伤了。长尊大人，千万保重。东宫若是安静，就证明没发生什么事儿。长林王府倒也未必。服食双蛊之毒，需3日之后才能有明显症状。派人去盯住。我认为云娘子不会失手。是。哎呀，走，快点！玄痴蛇胆，那是可遇不可求之物。纵然你们知道解法，只怕也难救的。救不了谁。长孙大人，云娘子已然被擒，但她得手了。知道。无病无两，双双被擒，已自行了断了。我会设坛为他们超度，他们去的地方比这儿美。
能为长尊大人尽忠，是我叶灵子之大幸。也是在下的荣幸。希儿，师父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想了一晚上，我觉得云姐不会无缘无故说那些话的。东宫竟然混进了一名叶灵子，皇后娘娘一定吓坏了。现在宫城上下和禁军都在全面清查，内阁也发下了纹身的图样，命令6部各司自查。濮阳英还潜逃在外，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对了，我临走时给你留了功课，自回来后一团忙乱，还没时间拷问你呢，一定偷懒没做吧？师父，你看这是不是双蛊？这是双蛊之毒。除了刚才说的那些地方以外，惠州和飞山这2个地方明显机动之力不足，难以呼应。父王应该也会优先布阵。最后啊，就是这宁州的事了。功课做得不错。你怎么了？有点头晕，可能是最近这些日子太紧张了，京城一开禁，突然放松下来了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倒是不发烧，反而是感觉比平常更冷些。北京的事今日不聊了，看你的脸色，应该是真的累了，赶紧回去睡一觉，晚饭时再叫你。你大嫂今晚下厨呢。二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昨天开始就有些不舒服，今天更是。我去请大夫吧。不用，都请。你先回去忙吧。二公子，我扶你回屋歇息吧。没事，真的没事。去吧。是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来人！快来人！别动他，别动。解开。
扶他进屋。好，来人！师父终于准备万全，待今日疗伤之后，便可归体大安了。徒儿啊，师父要再问你一遍，你是否准备好为师父疗伤呢？能为师父略尽绵薄，徒儿万死不辞。果然不负师父的众望。希儿啊，老堂主。林姑娘，老堂主，双股毒性的致命之处在于寒凝心脉。我和希儿刚才行针为的就是先稳住毒性蔓延。稳住了就好。不知老堂主需要什么样的解毒药材，我马上就去筹措。实在对不住，二公子中毒已有3日，表症齐发，依然无解。无解？长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。变成战火万里冰雪望，人间多邦，月竹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远去天涯，携手再无思量。烈酒当饮今生，寒狼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春雪万长江，论豪气何曾远飞凉，尽凭世界香。两公堂一无声，谈天道何时不由望，今曾云凭雪浪，夕夜都是心忙。心存雪万长江，论豪气何曾远北凉，尽凭世界香。两公堂一无声，谈天道何时不由望，今曾雨凭雪浪，夕夜都是心忙。欢郎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